嘿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24号星期六，假期的最后一天，对吧？今天是我的第一个训练日，恢复晨跑，看看今天能跑多远。你们看这儿还是给包上了，就已经结痂了，但是摩擦还是会疼，然后出汗多还是会沙，可能还有一点小的创口的，所以跑到不舒服了就回。膝盖还是这双160X Pro 3.0，不过也是提醒大家，穿厚底的碳板鞋的时候，跑下坡还是得小心，真的是反应不过来。我原来反应挺快的，我记得十几岁、20来岁的时候，有一次骑车，就是普通的26的成人车，下雪，然后有一个弯儿，那骑车拐弯直角弯，因为太滑了，那车就要横着出去那状态，就那一下，当时马上我就跳下来，原地站在地下了，车飞出去了。原来还能家里聊天的时候还吹嘘一下，那现在这吹嘘不了了呀。是在走下坡路，而且下坡啊，就是跑步那个下坡，你摔，有时候确实是因为当时我想的是踉跄2步我就能稳回来，但是它每一步都是一个挺陡的下坡，就稳不回来了。等你再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你身体已经是很向前倾的那个状态了，就没有反应的空间了。然后那次频道里小伙伴我说有一个评论说跑步在北京被撞伤了，这2天发了评论说已经开始康复了，但是发现这次受伤对身体影响不小，两条腿都不一边粗了。这个就是长时间一个腿不用了，慢慢来会好起来的。包括您说脚背的弯曲度啊什么的这些，我觉得都没问题。我也有严重的崴过脚，崴过之后也是2只脚感觉不一样，慢慢就好了。什么事儿都别轻言放弃。膝盖还是会有一点疼，这么跑起来，因为毕竟那肉带着那个伤口嘛。现在就轻松跑，而且确实从小在北京那么平的一个城市生活，坡多了以后不太习惯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今天跟大家聊聊，我已经把今年整个秋季的比赛计划定下来了，是真的定下来了。一会儿换个视角聊啊。先说今年秋季的赛季，今年秋季的赛季应该没有国内的比赛了，因为我已经确定了2场日本的比赛。第一场之前跟大家说过，大阪的电川河马拉松是全程马拉松，已经完成报名交费了。就是赛道可能比较枯燥，是11月份。那场比赛我会很认真对待，跑一个成绩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所以今年的夏训我会比较的努力，比较认真。另外一个是昨天的消息，之前报名的东京的半程马拉松，昨天出了抽签结果，我抽中签了，也可能是因为我直通了，因为他要求的直通成绩是1小时20。2021年4月份以后的成绩，我应该是有一个1小时17的成绩的，所以不知道是抽上的还是直通的。但是那位老哥没中签，遗憾了。老哥去北海道了，明天有一场全程马拉松的比赛，去参赛了。
但是不是奥运会的那个赛道的比赛，是另外一个。东京的半程马拉松是10月15号，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季节。出发还是在新宿，在一个国立体育场边上，然后最后的终点还是跑回那儿，但是进体育场，到日本桥折返。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跑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了，上一次好像就是2021年。跑的北京1小时17分12，所以这2场比赛我会非常认真的对待，跑一个我当时状态下的应该是最好成绩去努力。我也有小目标，半程马拉松我要挑战一下1小时15。全程马拉松就不说了，大家都懂的。如果10月份的半程能跑到1小时15分以内，那我就信心大增了。大家想想，如果半程马拉松1小时15，全程马拉松如果乘2是2小时30，对吧？所以要不然说2小时40是业余爱好者的天花板，真的好难呀。说实话，有天赋的会破的比较多，比方跑到230，甚至225。普通人通过努力的干到238、239，真的是很了不起了。那就真的是需要最后那1、2分钟，就什么都赶巧了，什么都赶上了，不容易的。试试看吧。今天跑到现在出好多汗了，还是杀的有点疼，但是我总说这个硬伤啊没事儿。那位受伤的小伙伴也是别多想，等好了就恢复训练，练练就好了，真的。但是对待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策略不一样的，我应该不会为半程马拉松做太多特意的训练，就是保持速度课就行了。半程马拉松就什么都不想，上来就开始冲，然后5公里的水站、10公里的水站、13公里左右和17公里左右，如果有2.5公里的水站，然后就不再进水站了，最多这4个，可能10公里的都跳过，或者5公里的跳过，从7.5开始。半程马拉松就随意的多，跑前一个咖啡因的胶，然后8公里的时候，不管累不累，出汗多不多，刻一个盐。9公里的时候再刻一个咖啡因的胶，然后就冲下来，就完事儿了。半程马拉松跑步到115，对我来说，可能唯一的挑战就是速度能力，就是那种还有劲儿，但是冲不起来了，就速度提不上去。因为你让我全力以赴的冲，也就是3分20、3分15，就冲刺水平啊，还不是说能坚持住的。所以我那天花板在哪儿？那我能坚持住的可能也就是3分30到3分40，这个对半程马拉松我的目标来说不够快。全程马拉松反而踏实一些，全程马拉松我只需要保证后程不掉。唯二的2次没有掉就是 PB 的那一次，还有今年东京那一次。去年的北京都掉了，去年北京最后6公里掉到4分以外了，否则那场应该在243左右。
我昨天跟家属出来来大阪城了，去了那个柯南的纪念品店，我拍了一些素材，还挺不错的。一骑车才发现真的是坡太多了，昨天把这辈子的坡都爬完了，所以要适应，要适应。昨天家属还开玩笑说，老跑这儿回头波士顿好跑了。我说不一定再去了，太贵了，等物价回落吧。其实我内心深处挺想再去跑纽约的，那纽约的感觉特别好，看看有没有再有机会。国内的比赛其实还是我说的那个问题，就是聊大满贯时候说的问题，启动的太晚了，就是你不能下个月比赛提前2个月报名，提前1个月抽签，提前3周才告诉你有没有名额，就真的不想赌这个，除非我生活在这儿，对吧？所以想成为都不用说是世界级的赛事，想成为全国的赛事，都要想办法尽量的早。当然我知道这可能不全是赛会的原因，慢慢来吧。你们看，其实东京的全程马拉松也是，它是7、8月份报名，到年底可能10月、11月我忘了出结果，来年的2、3月比赛，其实也挺紧的。所以你们看，这个西方国家人来的少，一方面是太远有时差，一方面跟这也有关系。你看其他的比赛，好多比赛都是比赛完了第2天就开始明年的报名，然后很快。我前面你们看那女性选手，是女性选手吗？很专业啊，追上去拍一个背影，快没电了。这前面那个。我知道屏幕上看应该看不清了，期待下一代摄像机。能看清吗？能看清吗？他刚才抬手看表了。6月24号星期六清晨6点55，训练结束啊。今天第一个训练日，是摔伤之后的第几天啊？1、2、3，第4天。跑了一个半程马拉松，1小时35，平均配速4分31，心率145，功率216，步频199，还行哈。今天本来没有计划跑21，可能觉得跑个15、6，但是后来一看还行，就腿没有什么感觉，就是硬伤了。给大家看看，就是现在已经这样了，就几乎没事了。然后但是这儿有淤青，这条腿是这儿有淤青，但是腿其实不重。你们看我下巴这个淤青才是最重的一个地儿。然后胸口这儿就贴的这种，因为怕一是想让它尽量的汗别流下去，第二是衣服别磨还是会疼，出汗还是会疼。这边没事了，这边贴了一个创口贴。然后手其实是最轻的，这边就这一点。然后右手这儿有这一点，没什么问题。但是比较遗憾的是，那天右手戴的佳明给刮花了。然后看看吧，不过这种表其实有点使用的痕迹，我觉得挺酷的。今天跟大家聊聊比赛，聊聊今年秋天赛季的安排，时间、天气和赛道应该都很不错。
而且正好是夏训结束，就是刚有那个状态。如果太晚，就比如你到12月份再比赛，你已经可能进入冬训了，因为12月份的比赛一般都是在很热的地儿。您如果是在北方城市的话，你夏训这劲儿已经过了。我还是喜欢秋天的比赛，我觉得夏天练完紧接着比赛状态好。春天的比赛我其实很一般，春天的比赛感觉有些就从冬天过来那个劲儿，就感觉还没醒来。行吧，然后下周三去跟人家参加强度训练，但是不巧的是下周三按照现在的节奏，我是休息日，我再安排，再看看怎么调整一下，好吗？啊，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，大家也不用担心，所有的关心祝福我都看到了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受伤确实是一件不期而遇的影响训练的体验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大家加油干，咱们明儿见。